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谭松韵的一次深夜治愈交流。过往塑造过的每一个角色都会在演员身上留下痕迹，谭松韵也不例外。电视剧《向风而航》中程潇的勇猛，让他在对待爱情这个话题时更敢于直面内心，而《归路》中归晓和陆延辰对彼此的温暖和付出，则让他体会到了最美好的爱情温度。经历的越多，谭松韵越能理解人生的多面性。受访者供图，有人说，人生的经历和遭遇的痛苦都是演员的养分，算是残忍的收获吧，他是这样定义的。谭松韵发现自己对剧本和角色的要求越来越高，因为经历的多了，懂得了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。一个人独处时，他会思考很多。这些年，谭松韵一直学着去适应变化，世事无常，很多变化是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。你能做到的就是随着所有的变化去变化。他觉得人活着还是要图个自在，找到自己舒适和自在的方式，和这些变化完美契合后，与自己和解，与世界和解。关于归路，认同幼态脸评价，但不会被局限。现如今，能出演高中生且毫无违和感的30加女演员并不多，而谭松韵绝对算得上个中翘楚。她在电视剧《归路》中饰演的归晓，要从高中阶段一直演到结婚生子。高中时期的戏份又是全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谭松韵笑称，因为剧中高中部分的故事很完整，她把自己完全带入之后，就感受不到压力的存在了，反而是现在，我会觉得不要再让我演了，因为我已经很尽力了。但没想到后面的再见，李可乐也是高中生，当然李可乐也是很打动我的。谭松韵笑着说，虽然已经30加，但谭松韵在《归路》中出演归晓的高中阶段时毫无违和感。受访者供图，说到出演归晓高中时期的尽力，谭松韵说，就是完全放空自己，全部交给角色，沉浸在归晓10几岁的情绪里。只要能把表演技巧做得自然，能让自己相信，观众相信，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除了演技的加持，观众对谭松韵高中时期戏份的认可，也源于她那长不大的外貌。因此，很多网友都说她是幼态脸，谭松韵也不否认，同意，的确我脸上的肉肉会显得幼稚点。至于这样的外形是否会对演员塑造角色持有局限，谭松韵表示完全没有。当年刚演完电视剧《最好的我们》后，一度有很多青春校园剧来找我，但现在什么类型题材都有，青春类的只占很小一部分，最多也就是高中时期在全剧中有一部分占比的这类剧。谭松韵还记得自己27岁那年，在电视剧《狐狸的夏天》中第一次饰演职场女性，因为是第一次嘛，所以会有一些质疑自己的地方，觉得我到底能不能演出那种感觉。后来他忽然想起来，不对呀，我现在本身也是这个年龄了，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生活中也会有很多长相显小的女孩，大家都是在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工作，所以这不是我的困扰。第一次在戏中生娃，《归路》中出演临产的准妈妈以及生孩子，对谭松韵来说还是头一次，这也是她最忐忑的部分。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怀孕生子，谭松韵咨询了不少已经当了妈妈的同学和朋友，有人就给我讲，生孩子打麻药需要等到疼痛指数到达一个标准，但是我那个朋友指数上升得太快了，错过了打麻药的时机。朋友还会给谭松韵详细描述阵痛的状态，让她尽量去体会那种感觉。除此之外，谭松韵还看了不少纪录片，片中女性宫缩、阵痛的画面非常直接，给了她不少参考。
井柏然是绅士和幽默的代表。《归路》算是谭松韵做演员以来吻戏最多的一部戏。谭松韵印象最深的是《蒙古包》里归小和陆延辰、井柏然式的那场吻戏，这也是原著小说中的名场面。《归路》是谭松韵与井柏然的第2次合作。谭松韵说，画面中那些不一样的氛围感还要感谢灯光师和摄影老师，他要做的就是投入到当下归小的人物中，去感受那种悸动。谭松韵和井柏然此前合作过电影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但当时并没有单独的对手戏。井柏然在谭松韵心中一直都是绅士和幽默的代表，这次合作下来，对他的评价又上升了。谭松韵说，人生是工作状态下不存在舒适圈。生活中的谭松韵是个极其简单的人，他说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这样。前几天他的大学同学来探班，对方还在感慨，虽然谭松韵在事业上不断成长进步，但人一直都没变。所以这份简单造就了他身上独有的清澈。他说他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，因为可以在工作间隙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，但也不算是进入了舒适圈。因为对于工作来说，每次接到一个新的角色，都要认真做功课。你呈现在镜头之前的那些时候，其实都不是舒适的。当然，想要做好任何工作都要付出努力，但这也是他认为的工作常态。他喜欢这种状态，虽然会吃苦。这几年，谭松韵出演了多个不同类型的角色，但在挑选剧本时并没有刻意去选择。其实我不太会注意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，比如这次我要演一个反派，或者要演一个职场女性，只要故事吸引我，我喜欢这个人物，我就想去尝试。回想当年接演以家人之名，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缘分。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行业大浪淘沙后的一个阶段，那段时间收到的剧本都非常好。接到一个剧本，谭松韵觉得不错，又接到一个剧本，发现第2个比第1个更好，第3个又比第2个好，直到他看到以家人之名的剧本，我觉得这个最好，后面再看到的都不如这个吸引我。谭松韵在众多剧本中选出的以家人之名，也成了后来的热播剧。包括在古装剧与现代剧的选择中，谭松韵其实并无偏好。事实上，虽然先后有《锦衣之下》和《锦心似玉》的热播，但谭松韵确实出演的古装剧更少一些。我小时候是非常喜欢看古装剧的，但从演员的角度来说，相比之下，古装剧会离现实生活更远，现代剧的生活感和代入感更强，所以古装剧如果能打动我，让我去相信，那他的剧本就要更扎实才行。远离漂泊，走到哪里都要有个家。演员的工作特点之一就是漂泊，在一个剧组扎根少则3个月，多则半年，杀青后又要奔赴下一个剧组。每次住进剧组安排的酒店，一个箱子一个人，好像一直在赶路，从未安定过。曾经的谭松韵就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剧组开工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，收工后回到酒店，这里也不是自己的家，还要马不停蹄地准备第2天的戏份，完全没有放松的一刻。那年拍以家人之名，剧组驻扎在厦门，厦门这个城市就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。正式进组前，剧组给演员留了准备时间，他一下子就有空去生活了。呼吸着海风，看着绿油油的街道，谭松韵有了不一样的体验。于是他开始给自己酒店的房间增添绿植，1盆、2盆、3盆。渐渐的，这些小小的改变让他在这个临时居所里找到了家的感觉，也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松弛感。因为剧中其饰演的李尖尖是一名木雕师，所以谭松韵开始学木雕，学画画。他在房间里支起画架，没事儿就画画，人很快就放松和安静下来了，很治愈。
那时的他终于在紧张的工作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。采访的此刻，临近深夜12点，开工一天的谭松韵驱车半小时回到酒店的房间，这里被他布置成了自己的小空间，一台大音箱，墙上挂着写满鼓励自己话语的小布帘，屋里摆着3、5颗绿意盎然的小盆栽，洗漱台上铺着毛巾，上面放满了他的洗漱用品。这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酒店房间，而是他的家。人生的痛苦虽然残忍，但也是收获。有人说，人生的经历和遭遇的痛苦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财富。谭松韵表示赞同，虽然残忍，但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一种残忍的收获。人们被推动着长大，理解和共情的能力也就更强了。你能感受到人的复杂性，比如他在《归路》中饰演的归晓，职场中是投行精英，那么在工作中一定是雷厉风行，做事果断的，脑子特别好使且非常有原则。但当他面对男朋友和闺蜜时，又是另一副样子。我一直觉得人是有多面性的，比如一个警察，工作时很严谨、很严肃，但生活中放松下来一定也是一个很平常的状态。回归工作时，他那根弦又会立刻绷起来。3月初，谭松韵第2首个人原创单曲《安》上线，一盏灯一个人，打开窗仰望星辰，歌曲蕴含的孤独感打动着很多人。那是一天收工后，酒店是木质的装修风格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窗户，是他喜欢的感觉。谭松韵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，思绪忽然飘起来，在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，想着心事，像写日记一样把它记录下来。自此有了这首《安》，大概2个小时就写完了。因为写完后我特意看了一眼时间，正好12点。之所以叫它安，是因为这个字能给人带来安心的感觉，安心、安稳、安定，还有一种安抚的感觉，就是觉得这个字很治愈。而说到治愈，谭松韵似乎就是一个治愈的载体，尤其是这次深夜里的交谈，她的语音、语调、说话的节奏给人一种舒服放松的感觉。谭松韵的身边人也常常提到，觉得她有一种能量，和她在一起会被治愈。当然，她也有焦虑的时候，比如她的很多同学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，会劝她不要错过最佳生育年龄。小时候，谭松韵给自己制定过人生计划：27岁结婚，30岁生孩子。但是闭眼算算，今年再过生日就要33岁了，这个时候就会比较焦虑。现在都还没有男朋友，结婚生子是大事，还是要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才行。除此之外，我都没什么焦虑的。